清朝时期，大量汉人移民涌入台湾，开启了台湾史上的大移民时代。福建、广东人大量渡台，堪比美国开发大西部的拓荒时代。清廷虽设渡台执照管控，却推动了台湾人口从明郑时期的12万暴增至光绪时的250万。1684年，清廷曾设下渡台3禁，即仅开放厦门、鹿耳门官渡，严禁携带家眷。为了防范郑氏旧部东山再起，越籍客家人全禁，移民须经县府、台下兵备道3级核发照单，注明投靠亲友，缺一即阻。虽然官方明令禁止，但是禁者自禁，渡者自渡。绝大多数过台湾的人没有通行证，也不走正道，而是选择了偷渡。厦门到台湾交界的地方叫黑水沟，据说有60-70里这样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呢，海水是黑的，如果风浪大的时候，那就完了。所以很多船呢都在黑水沟那个地方出事。因此，台湾就有了家喻户晓的2句俗语：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6死3留1回头。6死3留1回头，意思就是10人同行赴台，存活到登上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只有3成而已。6个人会在黑水沟翻船或者上路以后碰到所谓的风土病死掉，那一个人就回唐山大陆了。清廷严禁携眷的政策，促使汉男娶番女。客家移民因聚居山区，与平埔族通婚尤多，部分客庄出现福佬话，语言转用闽南语；而平埔族出现汉姓化，如噶玛兰族改汉姓潘、陈等，并参与科举。清嘉庆年间，位于如今日月潭的水沙连部落，因汉人拓垦侵扰，多次对征台大将蓝廷珍家族参与的蓝章新垦号发动被称为出草的斩首袭击。双方对峙数月后，汉人假意议和，谎称撤垦，诱骗普里社轻撞入山列鹿茸县里。趁其防御空虚，汉人突袭焚毁普里社，劫掠数百头驯化水牛、数千野牛及数百石粮食，并掘坟盗取殉葬兵器。幸存原住民逃入深山哀号半月。随后，蓝章新垦号筑起13座土围及牧城要塞，强占土地，招店开垦，迫使水沙连族群迁往梅社、赤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白人往西部扩张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这种卑劣的抢夺方式。但不同于悬赏印第安人头皮的美国政府，清政府不鼓励这种扩张。当时的台湾道总兵是武隆阿，听说这一事件后，立即抓获了参与的汉人主谋，并将土地归还给原住民。而为了化解台湾汉人移民和平埔族等原住民的矛盾，清廷专门设置了被称为土牛沟的番界，主要目的是保护相对弱势的原住民。经过清朝政府允许，汉人移民修建了八堡镇、刘公镇等水利工程。八堡镇灌溉彰化八堡1.9万亩甲田，使汉田变双季稻作区，稻米产量占全台30%。刘公镇滋养台北盆地，促成稻米、茶叶、樟脑多元经济。1870年代，台湾乌龙茶年出口高达1800万斤。汉人垦户以水利技术换取土地权，如张达金联合闽粤6管业户，为平埔族按里社开凿猫雾飞镇，换取东南士汉埔地，形成翻收水租、汉德耕地的共生关系。乾隆年间，台南汉人与平埔族合建北香湖水利工程，灌溉数百顷田，推动稻作普及。赴台移民在清朝行政框架下，虽立黑水沟、风土病、械斗之间，终以农业拓垦促成两岸融合，文化血脉直通闽南。当清代移民在浊水溪畔掐下第一株稻秧，在猛峡码头卸下闽南货物，他们不仅开垦了荒野，更缔造了汉番融合的文化基因。今日台湾85%的人口祖籍闽粤，鹿港的闽南古绰，美浓的客家山歌，仍在传颂着跨越黑水沟的勇气与乡愁。